大家好，我是新月。糯米呢，不要总是包粽子了。今天呢，来分享一个糯米的懒人做法，比包粽子更加的简单，而且比粽子呢会更加好吃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，那就点击屏幕上方的大拇指有用，给我一个1圈3连吧，非常的感谢。我们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糯米的懒人做法吧。首先根据家里面人口的数量准备适量的糯米，这个糯米呢大概是有1斤左右。糯米呢我们要选择这种长粒的，长粒的呢比圆粒的糯米会更加的好吃。然后在里面倒上适量的清水，简单的来给它淘洗一下。这个糯米的表皮呢是非常脆弱的，我们一定要用一把小漏勺慢慢的给它清洗，这样呢才不会破坏它表皮的营养成分。如果我们用手使劲的去搓洗的话，它的表皮呢就会破裂，营养成分呢就会流失掉。清洗干净以后把水控出来，不要丢掉。这个水呢用来浇花或者是浇菜什么的，营养都是很好的。然后再次在糯米里面加上1大碗的清水，浸泡2个小时左右。我们下面呢准备一口素蒸锅，打开盖子以后在上面铺上一层鬼胶垫，可以起到一个防粘的作用。这是泡了1个小时左右的糯米，现在的糯米呢已经吸足了水分，变得胖乎乎的，用手一捏就碎了，像这样呢就说明已经泡好了。然后把糯米控水捞出，把糯米呢直接放在蒸锅里，尽量给它摊得薄一点，摊均匀一些，这样糯米受热呢会更加的均匀，熟得更好。然后我们用手指在上面戳上几个洞，这样呢可以方便排气。最后呢给它盖上锅盖，然后选择速蒸模式，定时20分钟就可以了。如果我们用传统的蒸锅的话，需要等水开以后再计时20分钟就可以。趁着蒸着的时间，我们准备一把5颜6色的葡萄干，放在一个干净的碗中，在里面加上1大把的红枣，加上1勺食用盐，加上一点的面粉，淋上少许清水，把红枣和葡萄干打湿，下手呢给它抓拌均匀，让每一个红枣和葡萄干上裹上一层面粉。红枣和葡萄干上面呢都有着一些褶皱，里面都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，直接用清水洗呢是洗不干净的。加入食盐呢可以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，面粉呢有着很强的吸附性，可以吸附掉红枣和葡萄干里面的脏东西。抓拌到有点沾手的时候，倒入没过葡萄干和红枣的清水，把红枣和葡萄干清洗干净，把表皮的面粉给它清洗掉。清洗一遍以后给它控水捞出，放在一个干净的小碗中。再次加入1大碗的清水，多给它清洗几遍，直到水变得非常的清澈为止。清洗干净以后给它控水捞出，直接给它放在案板上，然后取出一把小刀，把红枣剪成小块，把枣壳给它去掉。全部处理好以后用刀剁碎，也不用剁得太碎了，有点颗粒感，吃上去会更好。最后像这样就可以啦。切好以后收入盘中。时间到了，打开盖子，来看看我们蒸好的糯米吧。打开盖子，你就可以闻到浓浓的糯米香气。取出一点的糯米放在手心，像这样一捻呢就可以成泥状，而且摸上去呢是非常粘手的状态。像这样呢就说明这个糯米已经蒸好了。然后我们给它取出来，连蒸垫和糯米一块放在一个大盆子里面。然后呢再把蒸垫给它拿出来，然后把切好的红枣和葡萄干加进来，加上2勺的白糖，增加一个甜味儿，不喜欢吃甜的可以不放。然后戴上一个一次性的手套，下手给它抓拌一下，把白糖和红枣全部给它抓在这个糯米里面，最后呢给它抓拌均匀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
下手给它揉一下，把它的粘性给它揉出来。这个时候呢，揉的时间越长，它的粘性就越大，做出来的食物呢就会更加好吃。现在这个面团呢，我已经揉了5分钟左右了，现在已经非常的抱团了，而且摸上去非常的有粘性，非常的粘手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取一半出来，提前在案板上抹上一点清水，然后把糯米团子放上来，给它按压揉一会儿。一定要蘸上清水，这样呢可以防止粘连。我们也不需要加油什么的了，因为那样吃上去会很油腻。我们最后呢揉成一个像这样比较光滑的状态，然后用手掌给它按压一下，按压成一个长条，给它搓匀。最后呢给它搓成一个长条状，像这样是一个比较紧实一点的状态就可以啦。然后我们在上面放上一张保鲜膜，用这个保鲜膜呢慢慢的给它卷起来，卷的时候尽量卷得紧实一点，不要太松散了。最后呢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就可以啦，放在冰箱里面去冷冻1个小时左右。现在呢已经冷冻好了，摸上去的手感呢是有点硬邦邦的，但是使劲捏的话它是软的，像这样的状态就是已经冻好了。然后我们给它把保鲜膜揭下来，直接放在案板上就可以了。再用一把小刀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，如果粘刀或者是粘案板的话，记得给它放上一点清水，它就不粘了。我们切成薄薄的厚片就可以开吃了。现在呢它就已经非常的好吃了，而且非常适合炎热的夏季来食用，吃上去口感呢是冰冰凉凉的。因为我们在揉的时间呢会非常的长，所以它吃起来呢是非常软糯的状态，还非常的有粘性。为了它更加的好吃呢，我们可以尝试另一种做法。我们准备一个摩飞家的电饼铛，它的颜值呢真的是非常高的，而且它烙饼的速度呢也是非常的快。在这个电饼铛里面加上一点点的食用油，然后把糯米小饼给它加进来。我们用这个小饼呢蘸着食用油给它旋转一下，像这样呢很轻松的就可以铺满整个锅底了。然后我们依次把小饼摆放进来，利用一个小刷子在小饼的上面刷点食用油，这样呢可以锁着它的水分，吃上去更加柔软，也可以让它的表皮呢形成一张酥皮儿。盖上盖子，选择大火来给它煎制，全程给它煎制3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因为这个小饼呢是熟透的，所以我们只要把表皮上的颜色烙至金黄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盛出来放入盘中。现在呢我们非常好吃的糯米饼就做好了，吃起来是外酥里糯的，里面添加了红枣、葡萄干，吃起来呢口感是酸酸甜甜的。热的时候吃呢是香甜软糯的，凉的时候呢是筋道又有嚼劲的。我们可以一次性多做一些，吃不完的密封好，放在冰箱里面冷冻存放，放上半年呢也不会坏掉的。吃的时候可以稍微解冻一下，我们可以像这样煎着来吃，也可以蒸着来吃，或者是油炸着吃，都是非常方便的。喜欢的朋友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，点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家常美食视频。创作不易，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评论都将是我不断成长的动力。我是新月，我们下期再见。